苏白露，你持剑上殿，意图不轨，该当何罪？皇上，白露姑娘也是一时糊涂，不是有意行刺的。你说有刺客，我才来的，你骗我！只怪你蠢。 像你这种只知舞刀弄枪的女人，朕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清欢，让你受惊了，朕即刻封你为皇后。检测到宿主周围谎言充斥过量，已自动觉醒谎话成真系统。白露，你今日的生辰宴，姑不能参加了。我这是重生到了李靖登基之前。怎么了，殿下？慌里慌张的。父皇身边的德安公公刚刚来报，近来边关不稳，父皇召姑紧急议事。监测到恶意谎言，系统激活中，系统已激活，绑定对象所有恶意谎言将强制兑现。既然如此，殿下快出发吧，可不能误了时辰。 确认绑定，对象李靖。已绑定李靖，反噬即将生效。前世你在我生辰那天骗我去御前议事，实则是急着和于清欢私会。这一世，我倒要看看你如何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代价。白露姑娘，不好了！德安公公怎么了？圣上震怒，边关不稳，明晨的御书房会议被提前到了现在，满朝文武就差太子殿下一人。 李靖，上一世我被你的谎言害得好苦。白露，清欢父母双亡，姑看他可怜，才让他搬到东宫偏殿的。白露，苏将军功高震主，被人忌害，只要你帮朕拿到他的兵符，朕定保他富贵终老。将军苏成意图谋反，朕念他年事已高。 留个全尸。哼，白露，苏将军的事都是老臣逼朕的，朕现在没有威信，做不了主。只要你帮我平定叛乱，我立刻为他平反，还封你做皇后。传旨：苏家奸佞满门抄斩。这一世。 我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父皇更改议事时间，为什么不及时通知我？殿下嘱托过，您在清欢姑娘那里的事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还敢顶嘴，拖出去杖毙！其余人也通通杖毙！ 东宫之人皆为宫中亲选，你是何身份也敢杖毙？还不退下！殿下，您不是去议事了吗？怎么受伤了？无妨，不过是议事晚到了一会儿，边关之事惹得父皇心烦，倘若打姑一顿，能让父亲出气也是好的。奇怪，殿下昨天前脚刚从白露姐姐那离开，后脚皇上会有这么巧的事？对不起，白露姐姐。 我绝对没有说你搞鬼的意思，还望姐姐恕罪。我一个弱女子能搞什么鬼？倒是昨天殿下明明走那么着急，又怎会迟到呢？那是因为姑掌管的典籍阁失火了。姐姐又要怀疑清欢和太子殿下的清白吗？姐姐，你不相信姐哥的话，清欢不如死了算了。可惜谎言成真系统只能绑定一个对象，不然真想让这喜欢颠倒黑白的女人也自食恶果。白露，昨夜典籍阁失火，姑是去救火了，清欢素来懂事。 你不要无理取闹。哼，检测到谎话，反噬即将起效。殿下，典籍阁着了大火，皇家百年珍贵典籍尽数化为灰烬。圣上震怒，召您即刻进宫。父亲，发
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太子失职，前线不稳，临行前只有一事放心不下。鹿儿，你虽自幼心悦于太子，但太子近日所为难以担当大任，如今他已被禁足，为父担心，日后你去了东宫会受委屈。这簪子是你母亲给你留下的，日后为父若是不在了，你要是不愿受太子束缚，你就亮出这簪子，会有暗卫护送你回到你外母家。女儿现在已经清醒，不再喜欢太子，女儿只想追随父亲一同去守边关。胡闹！边关凶险，女儿镇守边关心意已决，但在这之前，女儿要为这天下找到合格的主人。小姐，消息放出去后，朝堂之中皆在暗传有官员贪污的证据落到了小姐手中，太子急于将功折罪，果然派人来府上探查。我也让府家人说，小姐新得一块墨玉，暗藏户部尚书贪污的证据。小姐生辰收到的墨玉就是，但小姐本人尚不知情。李靖心胸狭窄，生怕别人抢了他的功劳。他若求玉，定然不会如实相告。如此，就静待鱼儿上钩吧。白露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墨玉乃是前朝遗物，私藏可是要被治罪的。检测到谎话，反噬即将生效。这可如何是好？白露，你是姑最重要的人，姑一定要护你无虞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景哥哥这样骗白露姐姐，会不会不太好？怪只怪苏白露那女人太好骗，我信口胡说几句她也信。这样一来，功劳就全是我一个人的了。哼！小姐，有贵人约您茶馆相聚。放出消息，太子私藏前朝遗物。见过公子。流民便也。周鹏不过解一时之急，却难安一世。久闻姑娘聪慧，敢问姑娘，此困局该当何解？周鹏再多，也填不满国库亏空；赈粮再足，也挡不住层层贪墨。要救天下人，靠的不是一碗粥，而是素朝朝纲。可如今朝野弊病丛生，不知姑娘觉得何人能担起重任？唯有三皇子殿下您。你如何敢说我是三皇子？前世蒙冤时满朝皆墨，唯此人仗义严严。今日一见，果真是胸怀天下之人。听闻三皇子殿下日夜亲守周鹏，赈济流民。今日见公子在此，眉宇间又有操劳之态，因此笃定民女手中有户部贪腐实证，只是此价价模偏高，不知殿下可给得起？苏姑娘贤明满京华，怎也同凡人一般看重俗物？你且开价吧，只要本王给得起。殿下说笑了。都散开！依山蓝篱有碍圣城关严，太子殿下有令，统统驱捕。天灾频发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太子反倒只顾粉饰太平。民女只求殿下日后若登高位，能肃忠朝堂，还百姓安居。不知这价码，殿下能否给得起？苏姑娘高义，若能得姑娘效助，本王此生必竭尽所能，护山河无恙，安天下苍生。殿下先拂去面上尘污，准备面圣吧。民女另有一份大礼要送给殿下。大礼。传旨，民女苏白露涉嫌私藏前朝遗物，召其进宫问话。二位，请吧。
逆子，竟敢私藏前朝信物！父皇，孩儿糊涂，误把他当成了贪墨证据。皇兄这话莫不是在哄3岁孩子？历来贪污都讲究账目名册，一块玉怎么就成了证据？父皇，这才是户部尚书贪墨的证据。即刻派3皇子去户部捉拿尚书，秋后问斩。苏白鹿，这玉是你给太子的吗？确有此事，不过这只是一块缓解头疼的安神玉。太子殿下，您说是不是？对，只是美玉。听闻父皇最近头疼愈发严重，儿臣现把这块玉献给父皇，表孝心。检测到谎话，反噬即将施发。传见史官，回陛下，此玉与前朝镇国墨玉出自同一块原石，故而相像。不过前朝遗物刻的是龙纹，而这块玉身雕的是祥云，二者不是同一玉。朕何时头疼了？你无端掀起朝堂风波，着实失了储君本分。朕命你即日起东宫闭门思过，无诏不得踏出。姑娘留步，今日之事，多谢姑娘。皆是为天下苍生的分内之事，无需言谢。这也是为天下苍生吗？只是这帕子已不干净，眼下怕是没法归还姑娘了。一方手帕而已，殿下若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民女先行告辞了。户部尚书老奸帝华，藏赃极深，不知姑娘可否愿随我一同前往尚书府查探？殿下既相邀，我自当信诸。3皇子留步！圣上头疼发作，即刻传旨，命所有皇子即刻赶往御前市集，片刻不得耽误。白鹿姑娘，太子宫中事急，日夜忧心，特意点名想吃姑娘亲手做的荷花酥。有劳公公，我这就入宫。李姐，你果然还是等不及了吗？小姐，京中盛传皇上久不愈，怕是要不行了。送到父亲处。白鹿姐姐也进宫来看望殿下吗？真是有心了。皇上病重，已经把政务都交到了景哥哥手中。景哥哥许诺，即位后就封我为皇后。只是可惜了姐姐与景哥哥青梅竹马的情分。白鹿姐姐，不要杀我！何人竟敢在皇宫门口行凶？拿下！苏白鹿心胸狭隘，嫉妒成性，全然失了女子德行，打入诏狱，等候发落。白鹿，姑有心护你，也实在保不下你。你且在诏狱里等上几日，姑很快就能放你出去。上一世，于清欢也是这样栽赃于我。你假意无可奈何，实则暗中命父亲领兵前来，只为定他一个为女徇私、领兵逼宫的罪名。李姐，你猜这一世我还会不会被你们如此算计？姐姐，我对你事事忍让，为何要持刀伤我？白鹿，朝堂之上，
岂容你这般放肆！我自幼习武，真想杀你一只手就够了，哪里还用凶器？白鹿姑娘果然好身手，以苏姑娘的武艺，就算是想取皇兄的命，也是易如反掌。殿下，三皇子言行狂悖，理应治罪。哼，明明是太子失察，冤枉人在先。启禀太子殿下，苏成将军到。苏将军莫不是听闻了白鹿姐姐的事，带兵来为姐姐出气了？苏成私自带兵入京，即刻削去职位。回殿下，苏将军是孤身一人，并未带兵。苏将军本应领兵奔赴边关，为何擅自回朝？老臣途中收到殿下口谕密令，说圣上龙体不支，恐朝中生变，命老臣领兵回来稳住朝局。只是老臣思虑，领兵入宫难免僭越，故而孤身入朝。皇兄私发密令，莫非是想趁着父皇重病，图谋篡位？什么密令？纯属无稽之谈，分明是苏成为兵变编的借口。来人，即刻将苏成押入天牢！我父孤身入京，殿下却说他意图兵变，眼下皇上卧榻难安，此事传出去，恐怕不利于圣上龙体休养。父皇龙体欠安，正需要老臣安定朝局。若无缘治罪，怕不是寒了满朝文武的心。够了！你们左一句父皇重病，右一句父皇病危，是咒父皇早死吗？本太子告诉你，父皇龙体康健，很快就能临朝。监测到谎言，反噬即将生效。禁军何在？这三人诅咒圣上，全都关进大牢！禁军历来只听命于圣上，父皇尚在，我看你们谁敢！孤的命令谁敢违抗？都给我立刻抓人！谁不听令，待孤继位之后，定将你满门抄斩！你要继谁的位，又要把谁满门抄斩？吾皇万岁！朕还没死呢，你便急着擅发号令了，莫非是盼着朕驾崩？父皇恕罪，儿臣都是被情势所逼，都怪李艳，怪苏成，怪苏成！孽障！事到如今还想着推诿他人，传旨：太子目无君父，野心昭然若揭，即日起将其圈禁宗人府，以待查看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儿臣冤枉！金哥哥救我！防务要紧，苏成将军即刻奔赴边关吧，其余人等也各自散去。老臣遵旨。李景、于清欢，你二人所为，纵使千般追责，也难解我心头恨。苏姑娘月下登高独饮，倒是好雅兴。小心！本姑娘自幼习武，这点高度何须惊慌？殿下还是顾好自己吧。苏将军料事如神，早早便识破太子的圈套。都是因为小女提前送来密信。苏姑娘文武双全，实在难得。方才我都看在眼里，朝中有你们二人同心相辅，老夫出征也能放心了。哎呦，父亲，你乱说什么？什么同心？本王知将军忧心粮草，特送来令牌。行军之关中，可持此找主事官员，粮草物资即刻便可调拨，无人敢推诿。往后朝堂有我和苏姑娘在，绝不会让边关将士忍饥受寒。
老臣谢过三皇子殿下，定不负殿下厚望，誓死守国门。殿下且慢。近几日，圣上会召诸皇子入宫商讨治水之策，还望殿下早作筹谋，方能从容应答。不出小姐所料，太子买通了群臣替自己说话，眼下已解除监禁了。只是此举耗费大笔钱财，太子此时正在东宫大发雷霆呢。既然太子囊中羞涩，那我等便登门，给他送些钱财前程去。都怪苏白露那个女人，应该狠狠把她教训一番。我就在此处，你要如何教训啊？白露，你先前在宫中已经吓到清欢了，行事未免太任性。民女也知先前无礼，所以特来为殿下献上重获圣心的良策，以此赔罪。说来听听。如今国库空虚，可江南一众富商却救拥万金。殿下可借皇上60大寿名义南巡，令江南富湖纳银，充盈国库。此外，江南深山发现一株千年神树，圣上近年笃信方树长生。殿下若将此木采伐运回，为圣上修建竹寿宫观，定能圣宠富贵。民女愿随殿下一同南下，替殿下分忧打点。白露，姑就知道你心底终究念着我。此番事成归来，我便即刻求父皇下旨，赐你我大婚。白露，圣上降下旨意，令诸皇子迁入宫中，日夜值守督办水患。此番南巡，我怕是去不成。检测到谎话，反噬即将生效。上一世你也是这般说辞，实则是待于清欢南下，归来时他已怀有身孕，皇上大悦，直接赐我。民女于清欢献宝有功，封太子妃。这一世，我定不会重蹈覆辙。殿下应以朝局为先。皇上果然召了众皇子督办水患，只是太子已经带了于清欢出城，对此事全然不知。传信告知国师，就说江南神木身负护国气运，只有神木长存，才可佑圣上福寿绵长，万寿无疆。父皇60大寿，举国尽孝心，你就拿这点碎银敷衍？殿下饶命！这一世草民全部身家，就连小女的嫁妆也拿了出来。原来老伯还有一位女儿呀！我给老伯出个两全其美的主意，既省下嫁妆，又能凑出祝寿银两。听闻江南富商皆有爱美之心，老伯何不将女儿？小姐，太子借机中饱私囊，逼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，如今民间已怨声载道，即刻暗中传信给三皇子，把太子在江南所作所为据实相告，务必让这些民间怨言稳稳传到圣上耳中。父皇，皇兄打着为您贺寿之名，让江南百姓捐银，已到了逼民卖儿女的地步。儿臣已经暗中将强征银两尽数归还百姓，只是民间仍有流言。百姓都私下议论什么了？但说无妨。民间皆言圣上今年愈发昏聩无道，才纵容太子如此苛待百姓。父皇息怒，保重龙体要紧。国师即时回答，朕尚有多少年寿数？是不是真要被这逆子活活气死了？陛下不必忧心，只要神木镇守江南，便可庇佑陛下福寿绵长。父皇，儿臣将江南神木为您砍回来了。神木不日便能运回京城，为您修建宫观，祝寿祈福。
你特意邀我前来，不是只为请我喝茶的吧？姐姐聪慧，此番南巡，我已怀了太子的骨肉，特意请姐姐过来同庆贺。还以为你长了多大本事呢，到头来依旧是这般上不得台面。苏白露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如今太子立下大功，已经请旨为我俩赐婚，你家世显赫，美名满京又如何？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。圣旨到了，殿下会为我做主的。皇子李景科怜百姓，又擅伐护国神木，心存忤逆，即刻废除太子之位，圈禁东宫。于清欢妖言惑主，贬为奴籍，亲死。景哥哥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明明立了功，明明要赐我为太子妃的。苏白露，李岩，苏白露、李岩，今日所受屈辱，我必然千倍讨还。久闻三皇子殿下清正廉明，没想到果然穷得跌侧，留了我的手帕尚且不够，如今竟还偷拿了我的玉佩。你再这般取笑我，这玉佩我索性不还。这是我母亲的遗物，家母也曾身怀绝世武艺，只是为了成全父亲仕途，甘愿敛了锋芒。父母虽是琴瑟和鸣，可我知晓，母亲一生仍有遗憾。她始终向往着边关皓月，沙场长风。二位大人，万万不可！布匹还没给钱呢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如此横行霸道！我家太子很快就要东山再起了，到时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小姐，废太子向圣上圣献了秘制的丹药，圣上服后精神大振，气色愈发好了。皇上对废太子恩宠渐复，如今朝野之间皆在传，太子怕是不久便要复位了。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惊慌？有话慢慢说。苏将军打了败仗，自己也受了重伤，圣上大怒，要治苏将军的罪。你父轻敌深入，致使边关损兵折将，铸成大错。朕心意已决，你不必再为他求情。民女今日入宫，并非为父亲祈求饶恕。哦，那你所谓何事？将功折罪，替父出征。好，苏白鹿，朕便准你替父出征。此番前去，若能荡平北戎，便赦免你父；若是无功而返，你也不必回来，就地自裁。北戎人，小姐，属下在这些黑衣人身上搜出了此物。小姐，那些人招了，
他们携带着药丸，本是要与京城某位贵人做交易，半路碰见小姐领兵，以为行径败露，打算鱼死网破。交易？你即刻把这药丸送往京中，交给三皇子，查清是何人在与敌人做交易。将军，不好了！大批北戎敌军趁夜来袭，直扑大营方向。派一队人护送重伤的苏将军先行撤离，其余人和我上阵杀敌。开侧门，随我杀出！传令下去，全军连夜拔营，后撤至后山隐秘谷口。真是邪门！近来北戎对我军布防行军路线摸得一清二楚。上次苏将军兵败重伤，这次敌军又摸到咱们大营偷袭，难不成有人泄密？本是要与京城某位贵人做交易。小姐，三皇子那边查到，黑衣人的药丸似与废太子献给皇上的丹药一致。李景，咱们新仇旧账一起算。小姐，此事隐隐似和废太子李景有关，可终究只是猜测，没有实据。但有一点错不了，小姐的意思是，北戎若想精准摸清我军布防和行军计划，军中绝对有内应。你即刻传信回京，让三皇子殿下顺着交易这条线继续挖。另外叮嘱他，朝堂拨对云轨，李景如今不择手段，让他务必步步谨慎。至于军中这个内信，咱们索性来个请君入瓮。属下明白。又扑空了，上次劫粮草也是邪门的很。哎，女子终究不适合打仗，次次落胸白费力气，不如趁早回京寻个好人家了，何必在这儿耽误军情？陈赠兵、王副将，军中岂容随口非议主帅？接连几次军事行动，全程参与知晓的唯有孙副广一人。今日用兵连连受挫，军中也有不少流言质疑我。星象显示3日后将有大雾，届时我亲率大军正面攻北戎大本营，打赢这一仗，稳住军心。在我心里一直把将军当作兄长，这一仗请将军务必上心。末将定当谨遵将令，全力配合此战。苏白林徒有虚名，用兵呆板迂腐，竟敢正面列阵硬攻，简直自寻死路！放箭，尽数射杀！全军冲锋，踏平敌军！苏将军果然智勇。哼，不过是运气好，侥幸取胜而已，有什么好夸样的？小姐，三皇子那边查到，北戎确与废太子暗中勾结，李景敌军提供我军情报，北戎则以丹药相赠。先前老将军兵败，也是军中泄密所致，只是目前没有直接定罪的证据。我父亲待你如亲子，一手将你养大，你怎么忍心背叛他？是啊，老将军对我恩重如山，所以我拼命上阵杀敌，满身伤寒，旧痛缠身。可我拼了半生性命，到头来又得到了什么？荣华富贵、前程仕途，一样都轮不到我。
我不想伤你性命，给我备一匹快马，一笔盘缠，送我出国境。孙大哥，我父待你如此，边关将士也都敬重你的本事，你不要一步错步步错。既然你不肯成全，那就休怪我不客气。怎的像毫无痛觉一般？我不行了，我也是被人控制，身不由己。这辈子欠苏家的，来世再还。多谢大夫倾力救治，白鹿感激不尽。苏将军虽是中原人，却能善待北戎普通百姓。我只盼苏将军早日康复，能护着一方边关安宁。大夫见多识广，可知这是什么？你们从哪里弄到这种嫌疑害人的东西？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这东西究竟可怕在何处？还请大夫如实相告。这是北戎早年专为军队研制的秘药，只需服下一粒，便能让人精神百倍，忘却疼痛。只是后来此药暴露出可怕的副作用，已被禁用了。什么副作用？此药看着能让人容光焕发，实则是在透支人的本命生机，且极易成瘾。一旦沾染，便会被药性操控心智，直至油尽灯枯而亡。若非太子一直用这种邪药进贡皇上，那陛下如今的处境实在太过凶险。将军，属下在孙副将住处搜出了这一堆密封信封。取清水与火烛来。此事办妥，便为你按期供给丹药，绝不拖欠。眼下北戎刚遭大败，忙于休整元气，短时间内绝不会再来进犯。我带着这些罪证，即刻回京面圣。只怕姑娘没有面圣的机会了。圣旨：女将苏白鹿领兵边关事务骄纵，拥兵自重，今将下地拿下，即刻处决，以正军法。钦此。公公，苏将军刚刚大胜北戎，立下战功，此刻贸然处决主帅，必定动摇军心。况且北戎只是暂时退兵，边关正是用人之际，断无临阵斩杀主帅的道理。传旨：朕体恤苍生，不忍两国交战，百姓流离受苦，愿割让塞北15座城禅，每年纳贡岁币，以此换取两国永久停战修好。两国使谈已定，3日之后在边关举行会谈，届时便以苏白陵的首级作为两国地根交好的信物。小姐，快随我走。如今只有回朝找三殿下，才有机会翻案保命。不好，后方越狱了！陈总兵，我知道你一直看不惯我女子领兵，如今我落在你手里，你要杀要剐随便吧。所有人听令，掩护主帅撤离。今日只许战死，绝不能后退半步。小姐，快走！苏白鹿，你若能进京劝告皇上收回成命，也算没有白白牺牲。真是好小天使啊，解决人。
小姐，此番前行你多保重。快追，别让他跑了！看你们身形招式有些眼熟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姐姐真是贵人多忘事，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们东宫的人了。皇上垂怜，已恢复太子殿下的储君之位，还封我为太子妃。姐姐你费尽心机，没想到也有今天这般狼狈不堪的下场吧？姐姐这么急着进京，是盼着三皇子李岩出手相救吗？那我不妨多告诉你一句，三皇子屡次触怒圣上，已被下旨斩首示众了，头颅还在城楼上挂着呢。你就算拼尽全力回到京中，也不过是死路一条。咱们姐妹一场，我实在不忍你也落得个斩首的下场，所以在圣上和太子殿下面前为你求了情。这么美丽的脸蛋儿，斩首实在可惜，不如把你送给北戎的将士们。王大、王二，你们过来。你们当日受的气，今日就冲着他好好使出来吧。不用客气。苏白鹿，你放肆！我可是堂堂太子妃，想活命就管好你的人。退下！你给我退下！苏白鹿，皇上和太子殿下不会放过你的。少废话，送我回京，敢耍半点花样，我就一刀了结你。苏白鹿，快放了我！放了我就饶你一命！哼，我看你能撑到几时？李岩已经死了，再也没有人能救你。李岩已经死了，死了！难道这一世也是如此了吗？对不起，三殿下，是我害了你。对不起，父亲，这一世我还是让你失望。还有苏锦，你是否已经？可是。真的好不甘心！白鹿！白鹿，坚持住！谁在唤我？我这是出现幻觉了吗？三殿下，你不是已经被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我现在在哪儿？你没有做梦，我们如今在江南一处隐秘宅院。此事说来话长，自从你离京后，父皇愈发痴迷丹药玄修，朝中大小政务尽数交由李景。李景大权在握，便开始在民间横征暴敛，搜刮民脂民膏。朝中正直老臣纷纷上谏规劝，他反倒罗织罪名，肆意治罪忠臣。我看不惯他所为，上表弹劾，没想到他竟脚传圣旨，判我斩首示众。当时我也以为在劫难逃，幸亏有一位义士出手相救。那位义者不过身犯小罪，却甘愿顶替我的身份，替我赴刑场送死。他不求功名钱财，只盼我出去后能救这吃人的世代。可虽我暗中收拢了不少不满李景的势力，可终究势单力薄，难以成事，恐怕辜负了义士的一片苦心。陈总兵，还有苏锦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启禀殿下，苏小姐。苏姑娘，等等！苏锦，你怎么能找到这里来？多亏三殿下鸿雁传书，我才知晓二位下落。我也只是试着传信。先不说这些，小姐，三殿下，请随我来。父亲，苏锦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当初无路可去，只能逃回边关军营。幸得王副将收留相救，他暗中备好车马，让我带着重伤昏迷的苏将军逃离军营，
说若是留在军中，早晚难逃毒手。自从两边议和之后，边关百姓被两边层层盘剥，日子愈发艰难。苏将军这样的好官，却要担心被人暗算，边关的百姓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哦？王副将还有一样要紧物件，托我转交殿下和小姐。这是当初被朝廷收走的边关兵出来的，有了这枚虎符，不仅我带来的亲兵可用，边关30万将士皆可任由殿下和小姐调遣。这些忠义之士倾力相助，我该如何报答才好？小姐，殿下，先不必谈报答，眼下还有更要紧的大事等着二位去做。恳请小姐和殿下为民做主，务必阻止此事。我一路所见百姓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，绝不能让江山社稷落入李景和于清燕这种人手中。入宫伺候圣上本就不能吃饱，若是身形笨重冲撞贵人，那可是死罪。当然，若是有人自知蠢笨，不配入宫伺候，便献上奇珍异宝顶替，也不是不可通融。宫中工人皆有定额月俸，粮食补给，何时有过刻意不让吃饱的规矩？我看你是狐假虎威，刻意污名圣上。好你个苏白鹿李艳，一个是朝廷侵犯，一个是判了死刑的逃犯，竟敢主动找上门！来人，立刻拿下二人！你们都回家与父母团聚吧，有我二人在，绝不会再让你们被强行掳走。看在你腹中无辜孩儿的份上，今日留你一条性命，即刻滚回京城。若再让我撞见你假借圣名欺男霸女、搜刮百姓，我定绝不饶你！我定会禀告圣上和太子殿下，派遣大军捉拿你们归案。究竟谁捉拿谁，还不一定呢。江南本是富庶之地，短短数月，竟被李景折腾成这般惨状。事已至此，唯有兵谏，逼父皇醒悟。殿下若对皇上动用兵力，会毁掉自身名声，在史书上落得不忠不孝之名。若能救天下百姓，毁我一人名声又如何？我倒有一计，不必兵戈相向，便能扭转局面。10日之后便是父皇禅位大典，我已安排好一切，明日启程回京。白露，此计太冒险，你改主意还来得及。按原计划执行即可。我总觉得你心底压着重仇，你昏迷时梦中一直不安惊惧，我心急如焚，却不能带你受苦。往日在京中也是如此，你好像能预知许多事，却始终驱散不开心底的忧愁。如今你我已是生死之交，白露，你究竟一直瞒着我什么秘密？殿下，并非我有意隐瞒，只是此事太过离奇，三言两语难以说清。待朝中动乱平定，江山安稳之后，我定会将所有真相尽数告知殿下。真相与否，本王并不在意，我只希望你放下心中愁绪，往后余生安稳喜乐。禅让大典之上，父皇会命文武百官进献贺礼，为严居新殿庆贺。你只需乔装混入百官行列，便可将此物呈上。届时我混在侍卫之中，一旦计划不顺，我即刻发出信号，埋伏在外的前兵便会立刻上殿。百官进献贺礼。大胆！你是哪部官员？竟敢进献这种大逆不道之物！罪臣之女，边关主帅苏白鹿，尽孝流民图。拿下逃犯！皇上，可否听民女一言？让他说。陛下早年励精图治，勤政爱民，受万民敬仰，
可如今沉迷玄修丹药，荒废朝政，将国事尽数托付太子。太子横征暴敛，残害忠良，害得天下百姓民不聊生。这幅流民图乃是根据我一路所见民间流离凄惨实景所绘，恳求陛下收回禅位旨意，整肃朝纲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盛世。大胆罪人，竟敢在大殿之上妖言惑众！我自有公论，可太子你用龌龊段迷惑圣上，却是铁证如山。太子暗中与北戎私通，出卖军情换取邪门丹药。先前我父兵败，皆是由他泄露军情所致。此药看似让圣上容光焕发，精神大振，实则暗中掏空龙体，让人成瘾。物证俱在，太子还有何话辩驳？一派胡言！来人，速速将苏百里拿下！父皇，切莫听信妖人谗言，他们都是想阻碍您成仙。快在禅位诏书上盖印，不要上他们的当。父皇，万万不可啊！儿臣还记得，父皇幼年登基，夙兴夜夜勤政为国，常教导儿民民为重，君为轻。昔日父皇夜里想喝一碗热汤，都强忍住，只因不愿劳烦工人日日备膳，劳民伤财。可如今为了玄修修道，大肆征徭，意建宫殿，逼得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儿臣想问，那个心怀苍生、令儿臣敬佩的父皇，如今去哪儿了？恳请皇上三思。父皇，切莫被花言巧语蒙骗。父皇难道甘愿舍弃仙丹仙元，放弃长生大道吗？朕无德无能，难成天命，即日起禅位于李严。父皇，你不想要仙丹了吗？哼！李景大逆不道，不孝不仁，即刻打入天牢，等候三司问斩。禁军，即刻拿下逆臣贼子李景！李安，我在京中经营这么久，日后鹿死谁手，还未可知。快追！罢了，先随他去吧。众人都退下，我还有些话要单独与苏姑娘言说。民女惶恐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恳请陛下收回赐婚旨意。哦，莫非你瞧不上朕的三皇子？三皇子心怀苍生，品行端正，乃是世间难得的良人。只是如今名声多艰，民女实在不愿困于后宅。你此刻这般模样，和你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。当年朕继位后意气风发，一心想与苏城做一对盛世千古君臣。可朕近年沉迷玄修，被李景蒙骗，割让国土，残害忠良，如今醒悟已太迟。既然你不愿接下赐婚，那朕便赐你一道新旨。苏家护国守土，功在千秋，特赐封镇国公，爵位世袭罔帝。苏白龙虽为女子，却有惊天畏地之才，安邦定国之志，任命为内阁宰辅。传三皇子，儿臣参见父皇。言儿，朕先前错怪你，你可曾怨过朕？在儿臣心中，父皇永远是那个爱民如子、心怀天下的好父亲。父皇，小心李景，
他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李景城府极深，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朕方才不让你贸然追击，就是怕落入他的圈套。父皇，父皇，皇上驾崩啦！陛下，陛下。白露，你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父皇从未这般慈爱待过我。你说，我真的能当好这个君王吗？若不是二皇兄早逝，这皇位根本轮不到我。陛下有一颗爱民之心，万不可沉溺哀伤，还有无数大事等着您主持呢。李景带走的那些黑甲骑士十分诡异，身形枯瘦却力大无穷，实在蹊跷。能令身形消瘦之人力大无穷。陛下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需即刻赶往东宫。小心！陛下！保护陛下！陛下！陛下！启禀陛下，只是皮肉伤，安心静养几日便可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那三人夜里闯入，直奔后院古井而去。我们刚准备上前盘问，他们就拔刀了。果然是大殿之上救走废太子李景的那批死士。老实交代，你们是什么来路？小人本是天牢死刑犯，谁料那日忽然来了一位贵人。他不光把我们放出了大牢，还给我们分发仙丹。不成想，这仙丹一日不吃就让人生不如死，小人唯有誓死听命办事。大人，小人也是身不由己啊！大人，什么大人？此乃当今圣上。小人罪该万死，求圣上开恩，让小人把这箱子带回去吧，要不整座京城都要跟着陪葬。说，那人如今藏身何处？你刚才所说又是什么意思？从实招来。圣上恕罪，小人不知。我们平日潜在各处，只靠哨声飞鸽联络。今日任务就是取回木箱。他说，若失败，便要整个京城陪葬。来人，把这一箱邪药尽数焚毁。不要！李景到底还有什么阴谋？陛下，我倒想起一人。消停些吧，要不是苏姑娘顾念你刚生完孩子，你早就蹲大狱了，还以为自己是太子妃呢。早晚要遭报应。我从未做过亏心事，为何遭报应？倒是你做了多少，你也心里清楚。大胆！圣驾在此，还不速速行礼！皇上，你可知废太子在筹划什么阴谋？朝堂大事，景哥，废太子怎会与我多说？看来你也没什么用处，那就留在这东宫吧。对了，听闻你往日苛待下人，如今若是他们记恨你，失效。炸药！我当初去江南，表面是搜集奇珍，实则借着名号把消息运往京城。那时废太子已进疯婆，谁若挡他的路，他便鱼死网破。藏在何处？你不知，当初参与的人都被灭了口，藏处只有李景和他的死士清楚。皇上，陛下可否陪我演一场戏？陛下有没有想过，李景手握如此手段，可为何迟迟没有动手？他对皇位仍有贪念，他绝万不会鱼死网破。那我们就利用他的贪念。苏白鹿，你屡次当冲顶撞朕，即日起罢免内阁职位。小姐，消息放出去了，如今京城便传你失宠于圣上，终日悔恨，夜夜独自来这凝碧潭哀叹，还说你手握兵符，既然心中不满，何不起兵废除当今圣上？哇，
水里的月亮好美，娘，我要水里的月亮。鹿儿乖，别在皇后娘娘和贵人面前失了规矩。妹妹别哭，不就是水里的月亮吗？我去帮你捞上来。不好了，太子殿下落水了。你果然还是来了。5岁潭边出狱，18府至月下定终身。小小一方凝碧潭，藏着你我太多过往。你竟还记得？我自然记得。白露，我今夜来只想跟你说，从前是误会，我心里始终只有你一人。这话你自己信吗？白露，你信我，全都是李艳从中挑拨离间。你把兵符交给我，我起兵登基后立刻封你为后，你我一生一世再不分离。你知道吗？上一世你也是这般花言巧语的骗我，所以你觉得这一世我还会再上当吗？上一世，倘若我不答应呢？怎么，是想伤我，还是想杀我夺兵符？白露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忍心伤你？我宁愿伤自己，也绝不会伤你。我劝你，别在我面前说谎，否则你会后悔。检测到恶意谎言，反噬即刻生效。我说过，别对我说谎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手为什么不听使唤了？还不明白吗？你每一句骗我的谎话，都会彻骨的反噬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算计我！景哥哥，你怎么这般狼狈？都是苏白露害的。你当初许诺我，等你登基便封我为皇后。都怪苏白露！秦欢，快杀了她！景哥哥，我还想当皇后，可你做不成皇上了，不如就用你的命送我一场锦绣前程吧。我早就说，陛下埋伏的那么多侍卫禁军派不上用场。我担心你。宿主李景谎话反噬叠加，遭遇终极反噬，已身亡。你真傻！我娘告诉我，水里根本没有月亮，不过是天上月影罢了。亏你还是太子，这都不明白。不过看在你没把我供出来的份上，我们以后做好朋友吧。当年你满心都是为你下水捞月的景哥哥，何曾留意过那个站在一旁的小男孩呢？走吧。真是的，一个破潭有什么好看的？明日朕就派人把这凝碧潭直接填平。圣上，把他押下去。朕带人连夜搜查，终于找到了李景藏堂的所有消息，可累坏了。那我便亲手炖上一壶汤羹，为陛下解乏。宫里换熏香了。皇上操劳伤身，奴婢特意为您熬了莲子羹解乏。奴婢自知从前跟着废太子做了不少错事，那些事奴婢夜夜想起，夜夜不得安眠。只求陛下慈悲，许奴婢留在身边伺候，将功折罪。皇上，让奴婢伺候您用羹吧。看来朕先前对你太过宽容，才让你得寸进尺。传旨下去，彻查于清欢昔日追随李景所做所有恶行，一桩一件都给朕查清楚，一律严惩。孩子送往有德之家弃养，把他拖下去严加看管，谁敢放他出来，一律打入慎刑司。来人，把他方才跪过的地方洗干净。还有这个，食盒拿去烧了，碗拿去当坛铺。算了，朕自己出去吧。皇上，你要去哪儿？苏府。都深夜了。闭嘴！你是皇上还是我是皇上？陛下，
可是朝中有什么急事？白露，你是否愿意做朕的皇后？陛下，今夜之言，臣女就当没听过，还请日后不要再提。为何不肯？朕心悦你，难不成到现在你还是心悦那个为你捞月亮的李景？陛下，我心悦你，只是我还心悦边关长风，心悦万里河山。这一世我早已立誓，绝不耽于男女情爱。什么这一世？陛下不是一直好奇我的秘密吗？今日我便如实相告，我本不是这世间的人，只因上一世含恨而终，上天垂怜，才让我重走一遭。上一世伤你的人是李景，对不对？白露，这一世有我在，我定会拼尽所有护你，再无人能伤你分毫。这一世我不想再依附任何人，那便你来护我。白露，留在我身边好不好？不好了，小姐，苏将军他……父亲怎么了？苏将军他醒了，故意吓人是不是？看我回头不罚你。小姐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将军醒了之后状态很不对劲，您还是亲自回房看看吧。父亲，父亲，您伤势未愈，深夜磨刀，这是要做什么？出征。父亲，您重伤初醒，身子还未痊愈，何必急于一时？姑娘有所不知，自从割让15城后，大汗愈发骄横贪婪，赋税加码，徭役无休止征派，边关百姓被轮番盘剥，苦不堪言啊！畜生！就算如此，也可让朝堂派年轻少壮前去，何须您亲自涉险？若是朝中真有能担事的年轻良将，也用不着苏将军年年奔赴沙场了。谁说没有能镇守边关的年轻将军？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陛下留步。当真非走不可。陛下可还记得曾经答应过我什么？做一位心怀苍生的明君。就这么走了，连一件信物都不留。那我便送陛下万里长风，浩瀚天地。我会做一代明君，也会一直等你，等你平定边关，等你凯旋。好。后来呢？苏将军最后回来了吗？他和圣上有没有在一起？后来边关战火连年不休，好不容易平息，边关却早已满目疮痍。苏将军索性留在边关，带着百姓垦荒种田，开辟商路。当今圣上终生未立皇后，年过40，才在群臣恳请下过继了宗室旁流皇子做储君，却终生未娶。话本里有情人都能长相厮维，他们为什么要天各一方？此言差矣。有情之人，天涯亦是咫尺；无情之人，咫尺也如天涯。那他们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吗？也算见过吧。谁的灵柩，请劳当今圣上亲自在城门等候。是镇守边关40年的镇国公苏白鹿，一生为国戍边，是我大圣朝的擎天栋梁。白鹿，朕来接你了。我想喝你上次做的羹。好。